Hello， 大家好，最近收到好几条私信，求马斯卡彭奶酪吐司教程，必须安排。但是人家做这个吐司是因为有剩下的马斯卡彭，可是我没有啊，所以敬业的我自己做了一份马斯卡彭奶酪，可以吧？这必须得给我点赞吧。这个吐司非常松软，奶香十足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最后我还用这个吐司做了大师的了不起的鸡蛋三明治，特别好吃。先做中种面团，按配方把水、酵母、高筋粉揉成团，成团即可。先在室温下发酵30分钟，再放冰箱冷藏发酵1晚上。第二天扒开面团，里边有丰富的蜂窝，就说明发好了。这个中种面团的状态是有些干的，因为水量少的面团发酵慢，冷藏发酵防止它发过了，所以水量少一点。中种面团发好了，那接下来就可以揉面了。这是我提前做好的马斯卡彭奶酪，旁边那个是滤出来的乳清。奶酪的做法之前发布过了，可以在我的主页里搜索一下。这乳清可以揉面，我就用它代替牛奶了。先加入液体材料，乳清或者牛奶、蜂蜜、炼乳，再加入酵母，然后再把所有干性材料加进去，还有奶酪。再放入发好的中种面团。大家做的时候，牛奶的量可以先加1半试试，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奶酪好像比市售的干了一些。你们看一下面团状态，再选择要不要加剩下的牛奶。先用2档揉1分钟，等看不到干粉了，再转5档揉。揉到面团出筋了，就加黄油。这个面团的状态是很软很软的，如果你最后揉好的面团比较粘手的话，是正常的。最后就揉到这样的模，差不多是9.5分筋吧，因为中种面团比较容易揉过了。可以看一下我这个面团还是挺粘手的，但是它可以整个拉起来，非常有劲儿，很有弹性。揉好的面团温度要控制在24到26度之间，放在不超过28度的环境里发酵30分钟就可以了。时间到了以后就来分割，给它分成3份。每个面团差不多是175克左右。把3个面团都滚圆，滚圆的时候手就尽量减少接触面团的时间，稍微滚一滚，表面光滑就行了。再松弛20到30分钟，接下来就可以整形了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就用1次擀卷法，不2次擀卷了。先给它擀开，拍掉边上的气泡，然后翻面，这样折一个3折，再擀开。擀开以后，你可以看一下哪头宽，把宽的那头放底下，把底部稍微压薄一点，然后从上到下卷起来，这样最起码可以缩短20到30分钟的时间。不同的整形方法做出来的面包是不同的口感，没有规定说我吐司就必须2次擀卷，还要卷多少圈。等你做久了就会发现，当初的我真傻。经常看我视频的人应该知道这一点。之前的吐司视频我们试过很多种不同方式的整形。如果是第一次看我视频的朋友，想在家做出好吃的面包，可以翻翻我之前发过的几百个面包视频。面团放在不超过38度80%左右的湿度下发酵到8分满，表面刷一层牛奶，放入烤箱下层，上火160，下火200，烤28到30分钟左右。烘烤结束要先震一下热气，然后把它放在晾架上，就立着给它晾凉。这个吐司特别的松软，我这个皮烤的有点厚了，我烤了30分钟，但是不影响它内部柔软。一定要等面包完全凉透了以后再切，出炉以后要给它一个自我熟成的时间。
它这个组织很细腻，有蜂蜜的香，还有奶香。这个吐司你也可以叫它马斯卡彭生吐司，看它超软的。我喜欢用吐司做三明治吃。我看到小山进大师的书里有一个食谱，叫了不起的鸡蛋三明治。它不是普通的蛋黄酱加鸡蛋，里边还加了奶酪和一些其他材料。我照着食谱做了，真的非常非常好吃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。奶油奶酪先切成小块，倒入特级初榨橄榄油和切碎的罗勒叶，搅拌均匀。如果没有罗勒的话，就什么都不加，千万不要像我似的傻了吧唧的加了点香葱，真的影响口感。鸡蛋提前煮熟，然后给它弄碎。书里写的是先把蛋黄切碎，然后再加蛋黄酱拌匀，等拌匀了以后再加蛋白。哎呀，我觉得好麻烦，我没听话，直接把鸡蛋给捏碎了。而且原配方是放2个鸡蛋，我放了3个。鸡蛋捏碎以后放蛋黄酱拌匀。拌匀以后放一点盐、白胡椒粉、红辣椒粉、肉豆蔻粉。这个就是根据自己口味添加，我就是每样都放了一点点，可能也就0.5克。再把奶油奶酪放进来，一起拌匀。然后每片吐司上面抹6克黄油，这个配方是可以做2个三明治，4片吐司。把做好的蛋黄酱铺在有黄油的那面。另一片有黄油的那面再盖在上边，这样三明治就做好啦。超级松软的面包片配上这个香浓的鸡蛋沙拉，真的太美味了。这个酱吃起来感觉很滑，而且因为加了奶酪更香，真的挺好吃的。如果我要是有罗勒就更好了，还会有一种那个香草的清香。可是我这个大笨蛋居然放了葱花，其实我是最不爱吃葱的了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强烈推荐大家试试这个吐司，还有这个三明治的配方，真的非常好吃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